好，本次课我们学习古典密码中的替换密码。我们知道，用户私钥的安全保护问题呢，是影响区块链网络可信性的重要环节。区块链网络中的私钥一旦丢失或者泄露，则永远无法找回。那么，如何去确保区块链中私钥存储和使用的机密性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密码体制中的另外一种对称密码体制。本节课呢，我们主要学习以下的内容：简要去介绍对称密码的主要概念，理解单表替换密码的操作。密码技术的基本思想是伪装信息，使没有得到授权的人不能理解信息的真实含义，从而保证了信息的机密性。伪装其实就是对数据进行一组可逆的数学变换。伪装前的原始数据呢，我们称之为是明文；伪装之后的数据呢，称之为是密文。伪装的过程就称之为是加密，用于对数据加密的一组数学变换，称之为是加密的算法。去掉密文的伪装，恢复出明文呢，称之为是解密，用于解密的一组数学变换，就称之为是解密算法。加密算法和解密算法是在一组密钥的控制下所进行的，分别是加密密钥和解密密钥。如果加密密钥和解密密钥相同，或者是容易推导，我们就称之为是对称密码。其中，全体明文的集合我们称之为是明文空间，全体密文的集合呢，我们称之为是密文空间，全体密钥的集合我们称之为是密钥空间。E 和 D 分别表示加密算法和解密算法。那么这个五元组 PCKED 呢，就构成了一个密码体制。密码体制并非现代的产物，自古至今一直都有沿用。古典密码放到今天来讲是极不安全、容易破解的，但是其基本方法依然是近现代密码学的基础。古典密码学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替换密码和置换密码。本节课我们主要学习的是替换密码。那么什么是替换密码呢？替换密码是将明文字母替换成其他的字母、数字或者符号，代替后的各字母保持了原来的位置，但原来的明文字符值被改变了。在替换密码中，我们会给大家介绍3种技术，分别是凯撒密码、维吉尼亚密码和弗纳姆密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凯撒密码。罗马的凯撒大帝是第一个把替换密码用于军事用途并且记录下来的人。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凯撒密码的加解密原理。加密的时候，每个字母用字母表中后面的第3个字母去代替，也就是字母 A 用字母 D 去代替，字母 B 用字母 E 去代替。举个例子，若明文为 attack on 3am， 那么根据一一映射的关系，就被替换成以 DWW 开头这样的一串密文串。这里注意，字母表是被看作循环使用的，也就是字母 Z 后面是 A。对密文解密的时候，只需要执行相应的逆过程即可。这里我们用数学方法表示凯撒密码，进行形式化的描述的话呢，可以这样表示：我们先把26个字母呢去进行编号，编成数字0到25，然后将每个一一转换后的整数与密钥3相加，再对其和取模26运算。加密表达式如下 ：i 表示明文中的任意一个，然后再将其转化为相应的字符串，得到密文。解密的时候呢，先将密文转化为数字，再用每个数字呢去减3，再取模26运算，再将相应的数字转化为字符，得到明文。这里呢，我们思考几个问题：攻击者如何破译？凯撒密码的缺点是什么？攻击者只能靠猜一位 k 等于0、1、2，最多有26种可能。由此可知，凯撒密码算法简单，易于实现，但是密钥空间太小了，非常容易被破解，难以去抗击穷举攻击。为了抵抗这种攻击呢，普遍做法是为了增加密钥空间。那么如何去增加密钥空间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密文字母表，用其中的一个字母替代明文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例如，明文 A
用 F 代替 ，B 用剩下的25个字母中的一个随机去替换 ，C 呢用剩下的24个字母中的一个随机来替换，以此类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密钥空间就变成了26的阶乘。对于当时计算能力不是那么强的情况下，这张表已经很复杂了。那么破译者是不是无能为力了呢？如果你是破译者，你会怎么办？来自东方的阿拉伯人语言学家、统计学家和宗教学家三者共同找到了一条捷径来破译这个被认为是无解的密码。那么破解的原理呢，很简单，结合字母频率统计方法去破译密码。每种拼音文字语言中，每个字母出现的频率并不相同。比如在英语中 ，e 出现的次数就大大高于其他字母。如果取得了足够多的密文，通过统计每个字母出现的频率，我们就可以猜出密码中的一个字母对应于明文中的哪个字母。比如密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字符很有可能就是 e， 最少的字母就是 z。比如3个字母的有可能是 the、and、in、her 等等。当然，我们还要结合揣摩上下文等基本的密码一起破译。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不用去猜26的阶乘了。那么，如何去抵抗住这种频度分析呢？本次课我们学习了古典密码里的对称密码模型和替换密码。替换密码讲解了凯撒密码和单表替换密码。因为凯撒密码的密钥空间太小，难以抗击穷举攻击，因此我们提出单表替换密码。因为单表替换密码抗击不了频度的分析。那么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呢？下节课我们将给大家讲多表替换密码。本次课结束，谢谢。